我国人民决心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。我们首先要靠自己的努力，同时我们要学习外国的一切先进经验。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，没有点冒的精神，没有一股气一股劲儿，就干不出新的事业。不冒风险，办什么事情都有100%的把握，谁敢说这样的话？基本实现全面国产化吧。只要能为东海引进先进的技术，不拘形势，大胆尝试。我们想会得到更多的政策支持，走上健康发展的快车。货品的多样性嘛，一定要考虑得周到，别让市民感觉只有想不到，没有买不到。在合作形式上，还可以更加灵活。Here's everything you need to know about Donghai chemical industry in China. 我们正在执行一项历史性的使命，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。小宋啊，你准备什么时候把你们家开颜调走啊？别让老程催你。他安排完他的儿子啊，接下来就该盯住你了。你说，开颜听说自己不在第一批调动名单当中，又哭又闹的事情，是听说还是确有其事？啊，我是听说的，全场好多人都看到了，应该是真的。哎，我多事儿了啊！你们家开颜呐，算不错啊。他在幼儿园上班，身边都是一些闲散的家属们，也就扯扯闲话。和我那比呀，算是好的啦。行，那我走了。开颜。哎。你怎么从那边回来了？闵东升家不是住那儿吗？你是不是没去找闵东升啊？把你哥安排到新车间做专职副书记。真的啊？小辉，你真能干！哎，真棒！走走走，我们回家。那既然这样，要不你把我也调走吧？你是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的？怎么了？那我想跟你生活在一起也没有错啊。你当初为什么不直接把我调走？我为什么不在第一批的调动名单里面？早就想问你。那你当时为什么不问你？还不是我爸不让问。他舍不得你走。哎呀，才不是呢，他肯定支持我。但是他就说了。说什么要先把哥哥的事情安排好，我早晚都会去的。我想了想也对，你说你不在家的时候呢，哥哥嫂子帮我们照顾小颖挺辛苦的，我就想着让着他们呗。怎么啦？你是不是不愿意让我跟你一块儿去？没有。你就是不愿意。你看，你还跟我不高兴。你说，咱俩是一家人，一家人是不是应该天天在一起啊？你这半年都不在家，你知不知道我心里特别担心你？走吧，先回家。那都到这儿了，咱们就跟他说了，把我调走呗。要不咱俩一块儿去？啊？就一定要现在去吗？就一定要现在去，你别再拖了。你要是不去的话。我旷工我也跟你去东海。行，那你先回去，我这就去。真的？真的？那我回家等你。你早点回来啊。
小冉回来啊！怎么这么晚还不回家呢？我回家干啥呀？冰锅冷灶的，我还不如在这儿热闹呢。杨巡呢？杨巡跑货源去了。这不是现在所有的东西都涨价吗？他想节钱再囤一批。熊耳朵他们也是这儿的租货？不是，他们哪有我运气这么好啊？出来了有你罩着，没人要他们。这到我这儿来了，至少还有个说话的地儿，不是吗？别让他们惹事儿啊！你放心，杨巡同意他们在这儿待着，有些事儿啊，他们能帮上忙。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怎么没说给我打个电话呀？今天到的。有事儿啊？给我喝2杯。哎，不用出去，在我这儿喝就行啊，啥都有。老教授啊，老3样给我备好啊，跟我兄弟喝一口。好，一会儿给你送来啊。你染头发了？显年轻啊，好找媳妇儿。你是打算一直就这么喝下去啊？你心里有什么不舒服的，有什么事儿你就跟我说。盛开颜变了，咋了？今天我一回来，程厂长就把我叫去，一家人演苦肉计给我看，说是因为我让闵中生记了仇，剥夺了他退休的待遇，红脸白脸要我去求闵中生，给他们的儿子安排个好位子，然后你就跑我这儿来了。哎呀，我去找闵中生了，也搞定了他，让程家大少爷去新车间当专职副书记。矫情！谁矫情了？你，那荆州的传统你又不是不知道，物色个好女婿，不就为了这个时候争光吗？我以为程家和他们不一样，是不一样。人家选个优秀的女婿，那都是牢牢的攥在手里头，你不老实啊，非要跳出荆州，他们家也没拦着呀。我跟你有一说一啊，你说这么多，我也没听出来这程开颜哪儿错了呀？怎么就变了？我生气就在这一点上，程厂长怎么对我，怎么看不起我这个从农村里走出来的土包子，我都无所谓。可是开颜他也跟着他们全家一起给我演戏。唉，你可真是生气了，这点事儿都想不通。你们家小猫几斤几两，你还不清楚啊？他能配合演什么戏呀？我告诉你，就老程全家演戏是真，那程开颜充其量也是他爸告诉他，你不能给他闹啊，不要影响你哥工作的大事儿。那程小猫多好啊，多听你话呀。你比闵中生，他那媳妇儿，说骂骂，说打就打。你别看那老闵平时挺厉害，在家一点地位都没有，你比他强多了。我今儿喝酒了啊，
我借着酒劲儿跟你说一句话，你呀，跟以前那些朋友保持距离，别给杨巡惹事儿，啊？知道了。瞅你德行。 你怎么才回来啊？你是不是生我气了？你还喝酒了？你很少喝酒的。你是不是真生我气了？ 陈妈，我们是一家人。哎，来了，这个进去吧。找我啥事儿啊？我这几天这通厂等着封顶呢，我这一大堆事儿呢。你现在是大忙人，我不亲自给你打电话，你都不会上门来。这看来是领导挑我理了。我这不来了吗？银行的人跟我说，给你贷款你都不要。我们小雷家现在可以啊，财大气粗的，实力很强，看来是不需要我们上级领导的关心和帮助了。你说这银行的人嘛，也真是的，这点事儿你说还捅到领导这儿来了，他们不知道我们县委书记日理万机，有多少大事要忙吗？这点小事哪过得过来？哎呦，你口气可真不小，500万贷款，你跟我说是小事，那行，你跟我说说，你为什么不要啊？是你们现在找到了另外的筹款渠道，还是你们小雷家有印钞机？我没说不要，我跟银行的人我说得很清楚，我说你先给我拿100万，我够了，我手里头有钱，我已经早付完这个同厂的设备预付款和工程进场费。你要想给我拿这贷款，你2个月以后你给我拿。他非要一股脑的把这贷款全都让我拿着，那我不等于额外我要付2个月的利息吗？你还雷老虎呢，看把你给小气的。什么叫小气啊？500万2个月利息，要不要我给你算多少？你用不着给我算，利息多少，都进不了你我口袋吧？话说白了，这是集体对公家，你用不着那么较真儿。陈书记啊，我给你那报告里头可写的明白，我们小雷家现在是几个工程一起搞，我已经搞得焦头烂额的了。为了这个养殖塘，我是特意从水库引的专门的这个水管，光是通过说这几个村子，我就得交买路钱。还有，那现在挖鱼塘，我得到外边去请人去。现在不比从前了，从前小雷家闲人多。行了，你别跟我说这些了啊！你雷东宝以前是一个挺爽快大方的人，今天你怎么跟我婆婆妈妈的？不是我婆婆妈妈的，那我有钱，我也不能把这钱给这么花吧？跟起你们那些投入比起来，这点利息对你来说算得了什么呀？同厂一旦建成，收益肯定少不了吧？你干脆就把这500万全都收下，回去之后呢，重新再编排一下你的规划，趁着手里有钱，你可以提前干点别的嘛。你想，你当初大胆贷的款，
是不是全成了你们小雷家的金库？我不是不要这个钱，我是说晚2个月我再要这个贷款。我凭什么白付他2个月的利息？他银行他也不能仗势欺人嘛，他。你要么就顺着点银行，你要么你这辈子就用不着银行。你能拿银行怎么着？听我一句劝嘛，啊，早点拿到贷款，可以早点上项目。只要你不出事，我相信这点利息对于你来说算不得什么。不是你为什么光为了银行说话呢？那小雷家也是你的下属单位，你不能太偏心。银行每个月也有放贷任务啊。我作为领导，我为什么不能关心一下呢？他有没有放贷任务跟我有啥关系啊？你不能把我打里头吧？再说了，你也说了，那钱进不了你我腰包。你怎么说话呢，李东宝？我告诉你，现在我只给你2条路，你要么就把这500万全部收下，要么你这辈子都别求着银行给你放贷，你自己选吧。看你县委书记都放话了，我能不给你这面子？行，500万，这贷款我要了。利息我也照还，这么点小事打个电话不就完了吗？你，哎呀！李总，服务员，赶紧过来，把这个给你们老板娘。哦，好嘞。看着点孩子，别让他到处乱跑。哎，好的，谢谢啊。别让车给压着。哎，洋洋，回去了哈。洪伟说，水泥和耐火砖都不够，那工程队那边说要再不给送过去，就得停工了。你上次打的预算可就是那些，怎么又超了？上次我计算的那些是主要的活法车间、湿法车间和几个辅助车间的建设用量，存重油的油管围堰现在也得同时进行，这可是宋厂长提出的安全措施，我不能不照办啊。书记签字了吗？你先把材料给我，回头我就找书记签。你知道，书记最上心通厂的事儿，他不会不批的。谢谢洪伟说。这最后一回，没有第2次。村长啊，洪伟，哎，那个看上证明了吗？无了。等会儿啊，慢点啊。是哥，是哥。我找你有点事，就借洪伟办公室说。啊。您坐。什么事啊，叔？啊。我按照你们电解铜厂的理论生产力，给你做了一份未来3年的利税预测，你先看看。啊，叔儿，你还会做这个呢？书记老说你是个诸葛亮，看来你还真是啊。先别说这些。我假设你能达到理论生产力的80%，原料还有产品价格保持不变，人工支出价格也保持不变。你每年合并电线电缆厂的利润，减去向银行贷款的那些利率，再减去你向村里人筹款的那些利率，还有那些乱七八糟的那些费用，你知不知道？你未来3年
预计利润很有可能接近0，几乎等于没有。按照咱们的工资奖金分配制度，你未来3年也几乎拿不到任何奖金。郑明，是时候算计算计家用了。怎么会呀？怎么就不会啊？如果你现在再不好好控制你们同厂的那个安装支出，你未来的预计利润就是负值，你是欠债的。我现在已经很精打细算了。你也先别着急跟我解释，啊，你把这报表先拿回去自己好好看看。我这还只是粗算了一份给你，还有一些属于电解同厂的特有支出我都不清楚，你了解。你等回来想起来了，把它都加进去，然后给我。是根叔，你这意思？是根叔，你不会是怀疑我从采购设备上捞好处吧？啊？郑明，我看在咱们都姓雷的份上，你辛辛苦苦忙活这么长时间了，我怕你到时候什么好处得不着，好心好意过来提醒提醒你。你要非从另一个角度上理解我的好意，我随便。哎，是根叔，你别生气啊，都怪我太年轻不懂事儿，我嘴里没个把门的。你别生气，是根叔。郑明啊，我是真无所谓，但是我希望你别让东宝书记失望，是你别让跟着你的那帮手底下的人失望。花钱谨慎着点儿，把成本还有效益放在心里。啊，是，我都记着呢，叔。这不是东宝书记一直跟我说要快点上，快点上，为了追求速度。你也别事事都往东宝书记身上推啊！要不是你鼓动着他上同厂，他能上吗？你专家不请，大伙的意见也不听，现在同厂这么一大摊子，花了这么多钱，真要是出点什么事儿，小雷家没一个能放过你。书记，回来了。慢点，书记。工厂出啥事了？没，土建月底一定完成，设备那边我已经联系好了，马上发货，一切顺利。书记你放心。那你跑我这儿来干啥呀？那么一大摊子事儿呢？书记，我是想向你请缨去办一件事儿。请啥？请缨。不是你要办啥？是这样，宋厂长不是介绍了个专家吗？之前不是你说你要去吗？那我觉得这种托关系求人、点头哈腰的事儿，那怎么能让书记你去呢？我一个小年轻的，是没有面子上负的。要不让我去吧？厂房马上就要竣工了，你走得开吗？我都安排好了，放心，书记。是最近你花钱太多，招人妒忌了吧？没有，你是怕设备拉回来装不上出了问题，所以才要亲自去请专家，跟人套近乎，好让人家分担你肩上的重担，是这意思吧？书记，设备不会出问题的，啊，我都查了那么多资料了，还打电话向别人请假，怎么会出问题呢？是不是？那谁去不是去啊？那为什么非得你去啊？同厂毕竟花了村里那么多钱。买回来的设备还都是些精密仪器，我觉得，要是有个专家能够在村里坐镇，大家伙心里也能踏实些。你说呢？行，等你把专家请回来，给我来个电话。好，我去县里边给你们接风。那我就去了，书记。书记，书记，这就是我请回来的电解铜方面的大专家冯工，我从安徽铜陵电解铜厂拉过来的。小辉推荐的高工怎么没来？高工都70了，年纪太大，折腾不了。
冯工是高工的得意高足，是他最好的学生，而且年富力强。他在电解铜方面了解的知识比高工要多。你真比高工强？不敢说比高工强，但是在具体操作上，我的经验和能力不比他差多少吧？啊！你们一路辛苦，先去吃个东西吧，算是给你们接风了。好。师姐，这冯工这是谦虚，哎，看这，他这是谦虚，他之前一直在铜陵有色电池工厂工作。 一线实际工作经验，其实早就超过只做理论研究的高工了。服务员点菜。来，书记。哎，给您拿菜单啊。来，我来送。我来吧。我去洗手间。好。 董宝书记，想吃什么呀？郑明，哎，你来点吧。行。书记吃啥我都知道。啊，来个这个，来个这样，再加个红烧蹄膀，蒜香排骨，还有砂锅牛肉。对，差不多了。再来瓶白酒吧。 书记，这冯工的能力是一点问题都没有，你就放心吧。通常我交给你，出了问题我打你板子。书记，这次你是没机会再打我板子了。我呢是多方面比较，综合考量之后，最后选定了他。他能同意，能答应来咱们小雷家上班，就光这一点，那高工就不行。还有最重要的。 这人雇来特别划算，他比那个宋厂长还介绍的那个高工的要价，那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儿。你怎么跟是根似的呢？凡事都把钱看得那么重。那我不算成本能行吗？那开工之后人员工资都我背着。哎，雷书记，那天谢谢你啊。那孩子呢？啊，我们去他爷爷奶奶家了。这么年轻就结婚了？哎，书记真会说笑，那是我们老板娘的孩子。 您慢用哈。哎，忙去。冯工，我们铜厂的设计图纸，还有这设备情况，你都了解了？啊，郑明厂长已经把资料给我看过了。怎么说呢？截至目前为止，还没有什么大的问题。但是这个具体操作和安装筹备之前，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改进。请你过来就是解决问题的。 如果我们这些门外汉都能搞得定的话，那请你来干嘛呢？我这人说话直，书记你别往心里去啊。我就喜欢说话直的人。服务员，给我拿瓶饮料。我胃不好，喝不了酒，让郑明陪你喝。好，好吧。嗯。来，我自己来。 这算是给你接风了，以后在我们小雷家好好干，绝对不会亏待你。好。必须跟港湾设计那边敲死。第2号码头合并加固的各项工程参数明细一定要拿出来，否则港务安装那边就跟不上整体进度了。好的，村长。好，
喂，你好，我是宋运辉。哟，是你呀？我敢不欢迎你吗？来吧，我等你。北京的传真，这传真机老卡纸，要不咱换一个吧？工程预算有限，这些东西能省就省吧。你看一下。他们还是打算用日本的主机设备啊。能给咱们提供设备的供应商就那么3到4家，德国1家，美国2家，日本1家。综合考虑的话，美国 LD 是最佳的。你之前也已经给北京那边提供了明确的建议，可是他们为什么还是要用日本的供应商呢？喂，马厂长，我是宋宇辉。哦，小宋啊，怎么样？最近工程上还顺手吧？这边一切都好。我刚刚收到你们那边传过来的设备名录了。哦，都收到了。我还正想让人打电话问你呢。你觉得设备方案怎么样啊？目前来看，只是做到了达标，但还不是最优。主体设备和配套设施兼容方面还存在问题。这怎么行啊？这些老外是怎么做事的？这样，你把问题列个单子给我，我回头让老韩再详细跟他们沟通一下。马厂长，东海的前期筹备已经陆续铺开了，现在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落实设备方案，不然下一步的工作没法推进。而且你也应该很清楚，设备的选择至关重要。如果出了问题，会直接影响整个东海的产能和未来的发展空间。这件事呀，我已经跟部里说过了。配套设施、动力设备可以选择德方或者日方的东西，但是主机还是倾向于美国 LD 的。可是啊，现在部里不同的意见还是占大多数。我也很为难。那这样吧，我写一份报告，综合性阐述我对设备的建议。既然我们意见一致，我想把这份报告直接打到部里去，你看怎么样？没问题。小宋啊，我是个技术外行，让你参与意见，就说明支持你的想法。啊，就这样吧。哎呀，宋大厂长亲自出门迎接，荣幸之至啊！别往脸上贴金了，我就出来透透气。还是那么帅，嗨，就是黑了点。下次过来，我给你带点防晒霜。这么大一厂的领导，还是得注意点形象。海边施工就是这样，没办法，紫外线强。来，进来坐。从上海来吧，还挺快，中午打电话，现在就到了。啊，其实我就在附近，就是你们东海这个路况，一路开过来，我的车子都快散架了。啊，别怕，里边不是钞票，是我电话里跟你提到的设备资料。你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市侩呢？啊？这寒暄问候还没结束呢，就忙着推销产品了。你是大忙人啊，连晚饭都不愿意陪我吃，我哪有时间陪你寒暄？小程呢？调过来没有？也挺好。你看看这边的生活环境，她一个娇小姐，还是别过来吃苦受难了。你太太呢？跟你一起去北京了？哈。没有，长安居大不易，小孩子上学的问题太难解决。怎么样，我们代理的这些设备
应该有适合你们的吧？怎么说呢？三叔啊，你能来看我，很感谢你。不过，我只是个副职，上头还有厂长、部里领导。你们在北京的办事处应该也已经打听得很清楚了。找我来订购设备，你是拜错了庙门。就是因为北京有内线，我才特地下乡来找你。你人在东海，可是北京项目组还是以你的技术认证为准。只要你认证一个只有我们才能做的参数，那一切不就都结了？且不说我有没有这个权利，即便我有，你觉得我敢用独家产品吗？以后维修时买备件，还不得被你们揪着头皮敲竹杠啊？哎，你讲话得注意啊！咱们俩这个关系，你觉得我好意思敲你竹杠吗？正因为咱俩这个关系，我呢给你透个实底。我倾向于主机选择美国公司的，配套设备再用其他公司的。也就是说，你们不会只锁定一家企业的产品，那你的订单里无论如何有我的一份了。我还是不是你三叔？小辉，你可不要跟我打官腔。只可惜啊，这么重大的决定，我的意见没办法左右大局。你呢，还是多跑跑北京项目组，那边的成员也多，投票的话票数也多。好好好，你呢时间有限，我也不想跟你扯来扯去，但是有一个情况，我觉得你还是应该考虑。不要只把订货目标局限在8桶名单上。你是听到什么消息了吗？没有，这只是三叔这2年做外贸的一点心得。凡事做最好的打算，同时做最坏的准备。你代理的不也是美国公司吗？我们在巴拿马有一个注册的离岸公司做外包，部分产品从这个渠道走会比较稳妥。你说的这个情况，我会考虑的。哪些设备可以通过那家离岸公司进口啊？你帮我把设备型号写下来。这些设备跟我们的设计方案匹配度很高，我会认真考虑的。铜就是从这儿出来的。来，松哥，李书记、李厂长，这第一批铜杆啊就非常好，质量上乘啊。东哥，你可得看仔细了，肯定没问题啊。你放心，这机器啊是我带着组装调试的，保证没问题。郑明，这回干得不错，给你记上一功。这是你呀，把你那工作安排，回头给你10根书，好好汇报汇报。工人赶紧2班倒，把你那些亏空抓紧给还上，让村里对铜厂有意见的人都闭嘴吧。好啊，好。哎呀，我先走了。走吧，回去吧。慢走啊，师弟。走吧。
福哥，你先给大家收着啊。哎，好。怎么样？这是13光元。师姐，哎，书记，书记，我不是让你汇报工作吗？你跑我这干什么？知道书记你今天要去荆州，我备了2瓶酒给宋家老爷子。你能不能把你那心思放在正地方啊？放在铜厂好不好？是，我这不是也想感谢一下宋厂长吗？咱们这铜厂能建成，那多亏了有他帮忙啊。郑明啊，你只要在铜厂好好干，你的这份心意我会帮你带到。再说我去看我老丈人，用得着你准备礼物吗？书记慢点。行了，回去吧。慢点啊，书记。你好，爸爸。猫猫啊，想爸爸了吗？今天怎么在家里啊？没去上幼儿园吗？小辉啊，大哥啊，你好，你好。我好什么呀？我好。这几天我给你打了几个电话了，你连接你都不接，我还以为你忙得昏天暗地的，结果你是躲我呀？你说话注意点啊，我女儿还在旁边呢。买声音，跟奶奶走，让姑父打电话。让你女儿学你，别学她姑父。再说了，我怎么就躲着你了？我这一天都在工地上。刚进办公室，只能说啊，你不会选时间。是，我错了，行吧？小辉，不是我说你啊，你把爸妈悄悄的给接过来，你也不告诉我一声。我那铜厂开工，这雷正明弄了乱七八糟的一大堆的花样，你不去指导，你给我撑个场面也就算了，你还把爸妈给接过来了。我本来是想带着爸妈去替我高兴高兴，你说你倒好。这小颖不是需要人照顾吗？我不能总是麻烦开颜的父母照顾啊。哎，你那个铜厂现在已经正式投产了啊，铜杆都已经生产出来了，我让宏伟去找了外边的技术员都给看过了，质量没问题。那就好。现在几班？现在是2班，我估摸着再过段时间就得3班倒了。你是不知道，我一看见那烟囱滚滚的冒烟，我这心里头就舒坦。黑烟还是白烟？黑烟又不是烧沼气。和你走过理想的大河，从容地飞腾着。你看那盛放的花儿，来自期盼的种子。你看那丰硕果实，来自耕耘的浪漫。宽广的大河，来自八方汇聚的小溪，奔腾向前的大江，来自高山的哺育。和光同行，跌跌撞撞的摸索。和光同舞，奋不顾身的坎坷。和光同志，不为生命而来，不为低谷而去。你看那盛放的花儿，来自期盼的种子。你看那丰硕果实，来自耕耘的浪漫。宽广的大河，来自八方汇聚的小溪，奔腾向前的大江，来自高山的